3、2、1。好，对，这个比那个自然。文道有先后，但正道并无早晚之别。大家好，我是梁叔，欢迎光临梁叔影铺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长在我审美上的相机 Olympus OM-4 Titanium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台相机，我会说它是一台有拍照功能的测光表。Olympus OM-4 Titanium 是一款胶片相机，它一共有3个颜色版本。最早期的银色，中后期的香槟金色。香槟金色非常的稀有，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。我选择的则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黑色版本。顾名思义，它号称机身是使用钛金属制作，会比之前的机型更加的轻便。同 Olympus OM-3 Titanium 一样，是欧家最后的一代产品，也是奥林巴斯最后一台全画幅相机。它采用的是横走式不连快门，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闪光灯全速 TTL 同步的胶平面快门相机，最快的同步速度高达2000分之一秒，当然必须搭配 F280 闪光灯才能实现这一功能。总体来说，机身的重量、尺寸大小虽然作为末代机皇，但是依然延续了奥林巴斯相机的小巧灵动路线，就像一个精瘦健美的人，它没有一点的多余脂肪。和 OM-1 略有不同的是，它取消了 OM-1 上可拆卸的热靴金字塔设计，转而采用热靴不可拆卸的军舰顶设计。作为 Olympus OM 的终极进化版本，相机的顶部添加了许多电子测光系统的按钮。相机的左肩上合二为一了 ISO 波轮和曝光补偿波轮，同样集成着的是模式选择拨盘，你可以选择 A 档或者是 M 档，或者进行必要的电量检查。右边除了快门和过片扳手，有着点测光按键，在复杂的光照条件下非常的有用。不过高光阴影的测光按钮，也就是这个 Highlight and Shadow， 是上个世纪为了解决背景为纯黑色的产品摄影而设计的，现在看来就有点鸡肋了。自拍倒计时拨杆位于机身的前面，向外拨动，再按下快门，反光板会自动预升，进入自拍倒计时程序。它的倒计时时长是固定的12秒。和机械相机 Olympus OM-1 最大的不同是，这是一台高度电子化的相机，而且它高度依赖电池。Olympus OM-4 Titanium 是使用2颗 SR44 或357电池来驱动测光系统和快门系统。当电池被取下的时候，它的过片扳手甚至都不能转动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请不要担心，大概率是因为你的电池没有电了，而不是相机坏了。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用，或者长时间没有换电池，左手边会有一个电量检查的扳手，如果电量充足，会有一个持续响亮的蜂鸣声；如果电量低，它只会安静的闪烁。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可更换镜头的单反135。当然，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，但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这样的精致小巧。Olympus OM-4 Titanium 有3种模式可供选择，第一种是自动测光模式，也就是 A 档，把这个档杆拨到 Auto 就好，它此时的测光机理是 Central Weighted。第二种模式拨到 Manual， 就是 M 手动挡曝光，用户将会自己选择快门拨盘来调整快门速度。和 Olympus OM-1 一样，需要说明的是，此时的快门依然是电子系统控制的。在使用离机闪的时候，我也会使用这个红色的机械60分之一秒的档位，稳定的和闪光灯同步。多点测光功能是这台相机的核心卖点，把取景器的中央圆形区域瞄准你想要测量的画面。测光系统会读出这个小范围内应该使用的快门速度，并记录在取景器下方的快门速度条上，最多可以记录8个点。你无需考虑先后顺序，相机会自动的进行平均测算，算出当前的综合快门速度。这样的功能在复杂的大逆光、大阴影环境下非常的有用。在电子相机发明之前，无论以哪种测光方式，都是相机在猜人想要什么画面，人在猜相机是否给到了想要的画面。加上胶片这种东西，它不可预览性，使得整个拍摄过程充满着风险。而 Olympus OM-4 Titanium 这样的多点测光功能，
可以让你把脑海中的画面清晰无误地沟通交流给相机，是该强调阴影还是该保护高光。这个功能使得 Olympus OM-4 Titanium 非常适合拍摄逆光人像，将取景器中心圆形区域对准人脸，按下点测光按钮就能得到保护人脸的万无一失的曝光参数，使得用 Olympus OM-4 Ti 拍摄就如此的直观与简单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中大画幅的风光摄影，像 RB67、Hasselblad 500 Series 这些机子都是不带测光的，因为测光本来就是一个极具主观选择意识的操作，对于人类来说都已经很难了，而且画幅越大，测光系统的设计将会越难，所以厂商们干脆就不做了，因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传统的测光表或者我手上这一台风光测光表，最多也就只能记录2个点来进行平均测算。如果你是中画幅风光用户，出门带一个 Olympus OM-4 Ti， 测光会变得非常的直观与简单。你也许会说手机的 App 也能做到，的确，但我觉得 Olympus OM-4 Titanium 的测光系统它更具有教育意义。你可以很清晰直观地看到每个点与点之间差了多少个 EV 档位，就像钢琴或者五线谱，琴键与琴键之间的距离，音符与音符之间的音程，它会一目了然。Olympus OM 系统的镜头群有着划分细腻、全面完整的焦段设计，其中不乏一些兼顾紧凑哲学和高性能画质的镜头。今天我们实拍使用的是非常有意思的2颗镜头 ，Olympus OM 40mm f2、Olympus OM 85mm f2。因为在互联网上，这2颗头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，很神秘。它俩的价格都已经被炒得非常高了，但是作为一个垃圾佬，任何便宜好货都逃不过我的法眼。因为购入时间比较早的缘故，价格对我来说非常的合适。今天出门我才知道带了一卷 Velvia 100，是一款正片。而且我觉得，既然都拍胶片了，就应该多拍正片。它的颜色是属于非常浓艳的类型，拍出来会非常好看。众所周知，正片的宽容度会非常的狭窄，因此需要特别的注意测光与曝光的准确。虽然 Olympus OM-4 Ti 在测光方面带来非常多的便利，让我可以更加专注于对焦和拍摄本身，但我依然有不满意的地方。第一点想说的是，这个取景器相比于 Olympus OM-1， 它的取景器虽然更加的明亮，但也变小了一圈。第二点就是整体的手感不如 OM-1， 它的过片手感是比较干瘪的，没有机械相机 OM-1 那种细腻油润的阻尼感，快门的声音也没有 OM-1 油润立体。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，但实际使用中还是觉得缺少了什么。但考虑到总体的使用感受、强大的测光系统和拍摄的便利性，我觉得它的小缺点也还算是 OK 的。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所有内容了，在未来我会更新更多的知识型内容，如果您还喜欢的话，还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祝大家越拍越好。By the way， 这个是我的朋友 Sky， 请大家去关注他的 Instagram 和 B 站账号，他是一位学习电子工程EE的学生，大家在学业和生涯上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去和他进行交流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哎啊！对不起。保持一下，重新来。不，你从那个什么，从收手然后开始做这个动作。你先重新来，我喊3、2、1开始就做。3、2、1开始。可以，再来，这个可以。3、2、1，这个笑容太甜了，可以。3、2、1，甩头。可以，继续。可以，哎，这个笑容可以。花絮，哎，对，就画就那位置。
对。